探究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今天的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退役少将厉正杰。一伦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淡大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老师。一伦，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还是持续来关心这日本的大胜也就是高市早苗，非常开心他们自民党是单独拿下316席。好，那当然现在跟维新会两个加起来真的是爆多席的，所以他们当然有想要来设置推进修宪条文起草的委员会。好，我看到自民党跟日本的维新会展示了在宪法当中创设紧急事态条款的意向。好，两党还主张要修改第9条和平条款，但是内容存在着分歧。好，我们看到高市早苗在众院的选举上面也提及写入自卫队。那另外一方面维新会主张要删除规定不保持战力的第2款，并写入国防军。好，那执政党的内部尚未达成统一的见解。好，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和平宪法就是2战之后大部分是由美国所起草的所以它有一个名字叫做麦克阿瑟宪法。好，那现在看得出来日本非常常走上正常化国家啦，所以他们当然就是以修宪为它主要的核心。好，但是这些修宪的内容在日本国内外都还是备有争议，而且极具敏感性的议题。好，所以我们要再关心高市早苗，因为现在自民党大胜，他非常有底气他接下来他要拼的是食品消费税归零，还有下个月要访美国3月19号。好，那我们看高市早苗所说他说这次的选举就是一个负责任的积极财政跟安全保障等重大政策的转向。好，在外交方面会强化美日同盟，面对近期交恶的中国，他还说愿意开放对话。好，所以呢，高市早苗上任110天，要改造经济但是悲剧在持续的加码支出。好说纽时分析这场选举就被视为对高市经济政策的全民公投。那结果显示他的积极财政政策的转向获得了民意的支持，但是同时也让市场陷入了焦虑，因为日本政府的债务庞大它却持续的加码支出。好，主要就是这个消费税归零其实会让政府少收很多钱所以虽然民众是买单的，但是对国家的财政上面恐怕会陷入另外一个危机。好，那自民党赢得压倒性胜利石破茂就曾经也当过首相下台的，他就特别警告高市早苗说政府应该将这种信心视为期望值但是信心不等同是空白授权，也就是所谓允许为所欲为。那他认为重要的是绩效的评估，那他认为高市首相是最清楚了。好，那每日新闻也引述了高市的亲信表示说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之后，党内任何人现在都无法向高市提出异议。好，所以我们的标题是写说高市胜选得意忘形，不过一轮看起来比较像是日本已然变成了高市王朝我们看看接下来会不会有这样子的这个讯号存在。好，我们看到了川普他不是有祝贺高市早苗胜选吗？好，说日本人将永远拥有我坚定的支持。好，祝福他在保守派以实力换取和平的施政议程上面取得巨大的成功。好，但是也说川普表面上道贺，结果私底下却是暴怒还蛮像川普的个性他每次通电话不都说我们2个通电话很好，就私底下就开始骂人家，很像很像。好，难道就是这个川普发文有致贺高市获胜但是背后却隐藏着算计，似乎对他有期待，但也有不信任。有美方的政府人士说川普因为不满日本拖延了5500亿美元的对美融资所以勃然大怒。那目前双方正协调是以天然气发电等3个项目作为投资首案，但是进展不顺。好，日本目前也在摸索美国到底要什么好，那包含可能在3月美日首脑会谈当中会进一步的要求日本增加防卫费用。好，那美国政府内部也出现了10兆日元规模的日本资金，要用于新建和扩建核电站的构想，甚至要求日本要进一步的开放白米市场。好，我们看到美国现在
在高市一胜选之后，就有报道说啊，其实他们也希望日本能够修宪。好，其实呢，我们要先看到白宫的贺电哦，还有敲定这个319要访美嘛。好，那美国政府的立场说啊，虽然美官方通常会维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立场，但是我们也看到川普在贺电当中哦，确实有祝福这个高市哦，保守以实力求和平的政纲，所以确实也被广泛解读说有默许或是支持日本强化武力跟相关宪法的改革。好，所以在纽时跟华邮这些主流媒体的分析上面认为说啊，其实啊就是希望高市早苗打铁趁热修改和平宪法。那为了什么呢？就是要对抗中国，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所以还蛮多人是有这样讨论，觉得其实川普在第一岛链上面就是希望日本来当他的马前卒。好，那我们有看到现在外媒针对于高市早苗啊说啊，他会维持美日韩三方同盟的稳定。而且显现呢是提升日本在第一岛链的战略韧性，也会将日本发展成为更具攻击性的军事能力铺路，那会牵动第一岛链的整体战力结构。好，但是美国啊，这个会是双面刃吼，那要看看哦，接下来到底跟日本之间的对话跟互动又是如何。好，但是我们可以很确定的是，中日的关系啊，真的是完蛋了吼。好，我们看到靖国神社的问题哦，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也特别强调，现在要看的就是日本能不能正确的认识跟深刻的反省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历史，还有事关人类良知、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还有日本国家的信誉。所以中国大陆的官媒也在批说高市早苗的执政。好，我们看到就是中国大陆的官方论述，还有学者投书哦，都认为是军国主义的复辟，还有右翼扩张哦，都充满了舆论。好，讨伐声浪四起哦，成为高市团队后续执政哦，在地缘政治上面的一道问题。那解放军报甚至报道说啊，高市早苗会推动这个大幅提升防卫力的2026年预算案等议程。好，日本安保政策调整与重新武装的进程也会进一步的加速，所以相关的动向以及引发周边国家跟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好，最近哦，因为高市早苗大胜，有一个人也是出来一直批评哦，就是胡锡进哦，他说啊，这个中日对战的这个对立已然形成哦，日本基本上是完蛋了，老龄化很厉害哦，人口规模又不大，反华哦，一是恐惧中国的力量，怕中国报复他。二是嫉妒中国经济跟技术上的崛起。好，所以你可以看到高市早苗虽然大胜哦，但是牵动的是整个国际的政局哦，甚至是整个亚太的情势发展。好，一样我们先问赖老师怎么看？高市大胜嘛，所以形成了一股高市旋风啊。这股旋风其实我们在台湾很有经验，我还记得那时候马英九赢的时候也形成了一股旋风啊。打铁就应该趁热，所以我们昨天啊，我的判断就是说，高市优先要处理的事就是修宪啊。果然，高市马上要推修宪，要成立一个工作小组、一个委员会来推动这个修宪。虽然他们的宪法上有这样的一些障碍，但是因为也有一些灰色的地带，也就是说，你要众议院的2/3，要参议院的2/3，可是参议院否决了以后，再退到众议院。众议院再过2/3，那你参议院买不买单？这就是有一个灰色的地带了。那换言之，也就是说，这样的一种设计会使参议院的监督的力量变小。所以对高市早苗来说的话，那现在不推，等到他民调往下降的时候再推就来不及了。所以要尽快推。您看到了，美国也主张他推，但是问题就在于这部宪法是美国人帮日本人写的。那美国人帮日本写，是因为美国人当时在日本的脖子上面加一条链子啊，就是这个链子它可以抓的，可以放，可以收，时而收紧。对，它有时候收紧，有时候放。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说我帮你定出一个非战宪法，你不能用武装力量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但是当我现在跟中国为恶的时候，那你日本我就可以放一点了，因为你日本刚好就在中国的门口。所以你日本可以当前锋，可以当前沿。我在这个时候，我的链子就会放开，让你去咬，你咬住中国，那让中国大陆受伤，这个对我美国就有好处啊。因为大陆越来越强大，大陆现在的经济体是排名第2，
但是如果我们以平准购买力来说，大陆的经济体超过美国，美国心知肚明，大陆的工业生产制造力在全世界排名第一，它一个国家就占整个世界1/3，而整个欧盟27个国家只占这个世界15%。美国的工业力已经衰败了，美国现在靠的是资讯化、讯息的产业，还有它的服务业。所以美国知道，如果要跟中国大陆打一场仗，那一定要靠的是工业力，美国没有这个能量，所以这个战争是不能打久的，持久战对美国是毫无胜算。那美国现在还维持有一点优势，就是兵力上的优势，可是它兵力又要首尔相顾，一方面要顾大西洋，二方面要顾太平洋，它又顾不过来，那怎么办？所以他们的兵推怎么做？他在太平洋这个部分，只要靠近中国的战区，跟中国大陆打，没有一次赢。不管他们任何智库怎么做，都没有一次赢。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们把战略改为叫做拒止战略。拒止由谁来拒？由日本来拒，由台湾台独的来拒，由菲律宾来拒。所以他们要求他们都要增加防卫预算，这把军队拉到最高。也就是说，你们这个国家不要发展经济了，你们就专门来发展国防。日本是如此，台湾是如此啊。那菲律宾因为太穷了，也就算了。但是基本上来讲，就是把这2个地方要把国防经费拉到最高。那现在高市早苗到美国去的时候，为什么突然间有释放出这个讯息？其实是美国川普故意的，故意说我很生气哦，你的5500亿没有兑现，所以你这次来的时候你要给我拿出来，这第一个。第二个，你的关税要归0，你答应我的你要给我做到。第三个，你的军费要增大，我美军的费用要增加，你要给我做到。所以我觉得高市早苗这次到美国去，我们来看看川普怎么跟他笑脸迎接的时候，然后同时给他施加压力。对，这就是川普最爱的一个谈判的招数。好，建中老师怎么看 ？OK， 其实这一次高市啊，他能够得到这么高的票，甚至在这众议院啊，这光他自己自民党就拿了2/3以上，我觉得这其实早有预知了。坦白说，因为我是这样想，因为他自己很有自信，所以他敢于这样破釜沉舟的豪赌哦，破釜豪赌。你看他这一次是不是拿出他自己的未来政治生命去赌？结果呢，他大胜。当这个东西反映出什么呢？实际上，因为我常跑日本，我也感觉到日本人其实从过去啊效忠国家、效忠企业，到现在小确幸的时代。在这10-20年，当对岸崛起的那个中国大陆崛起之后，你知道有多少中小型的企业是被中国实际上在那里就是 in charge 在那边这个这设立了，而且他们请的是日本人，因为需要去日本去打交道。当然，你如果过去呢，以日本的精神来讲，真正帝国主义忠心于这个国家和这个企业的精神来讲，他们其实认为他们大日本是以前很厉害的。可是你知道，越来越弱的日本，他们现在有一个重点叫做民心求变。尤其当这1-2年，其实在房地产做房地产，知道在日本其实受到了几个很大的压力，包括板桥事件，我们讲的日本一个板桥事件，各位去上网查，还有这个大阪事件等等，所以造成他们民心求变。因此，重点就是保守派主义抬头，而且各国都一样，现在保守派成为政治主流，而日本非常严重，这是一个其来有自的原因。好，那我现在讲它的政策哈，我们先讲经济政策部分，因为我们学经济的很清楚，安倍晋三2012年在这个欧债危机的时候丢了3支箭，第一支箭是 money policy 的货币政策，它是扩张性的 expansionary 的，它丢了50兆的日元，的确还不错，但它财政政策是相反，它是用提高从5%到8%到10%消费税。这一次呢，其实他是安倍晋三算是某个继承人，你知道吗？也就是他走了安倍晋三的路线，尤其在地缘政治上。不过这一次呢，他在货币政策呢一样走宽松，但是他的财政政策是走紧缩政策。不过要跟这个各位讲一下，其实这紧缩政策的消费税其实不一定会伤而且会对他们的经济会大为振兴。这是一个聪明之举，因为我本身在日本买了很多的房子，我们知道消费税会影响我要不要进站下一步。我们太多的朋友都是这样子，因为消费是从5%、8%到10%，这差异非常大。你如果降到0%，我跟你讲，大家一定会刺激很大的经济，因为很多国家消费税都没有，或者有的话是隐藏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我们从美国或到日本到台湾，我们知道消费和所得税是2个很大影响经济一个很重要的圆环。但你刚刚提到的日本会不会出现危机？当然也会。我现在讲最少有5大危机啊。第一个危机呢，就讲经济部分。当你呢，假设如果我们讲说拉法有一个曲线减税，搞不好创造更多的税收的原因是，你可能创造更多人来买，就有更多的税，因为 P 和 Q 的问题 ，Q 增加了 ，P 减少没关系。可是它是讲降到0哦，就没有税。
那这没有税的时候 ，P 等于0，乘再多的 Q 都没有用了。其实当然我预期会可能10%会降到8%，降到5%，有可能相不相信？这是我的预期。当然，它几个风险我很快的讲一下啊。第一个风险，我觉得它单边押宝，只押美国。你看它出来保守主义这么极端的极右的押美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第二个就是一样的，第二个风险就是川普这个人，你难道抓不到吗？他就是一个交易性谈判式的这种，他讲不好听点，他好话可以说尽，他可以祝福你，可是他是一个非常的利益需求的人嘛，你就知道刚才那个洪岳先生讲的非常清楚，他要什么，你有给吗？你不给，那你就更惨。那么第三个，你要知道时机不对了。对岸，我们中国大陆已经起飞到20年，已经到不是同日而语的高度。你日本再怎么样扩充，再怎么样经济好，你可能也没有办法用你现在那么保守来敌对对方，然后让你能够走下一环。所以我觉得种种的因素啊，那日本呢这次呢在言行之下，其实你不要看到短期利多，未来搞不好是利空。将军，你知道川普为什么会生气吗？会在破口大骂吗？因为他这现在不只是日本糊弄他，说要投资他5500亿，韩国也是一样，韩国也没给钱。你们这些亚洲国家啊，但现在关键是什么？你知道是法院怎么判决川普这个关税？如果说法院裁定说这个川普这个关税政策是违法的，我跟你讲，那这原来跟这些国家所讹诈的钱那就是根本就要不了，一块钱都要不了。所以我相信川普现在心里一定很急了。他不只是对日本急，对韩国急，对我们台湾也很急。他希望在法院判决出炉之前，可以将这些钱全部到位。当然，这些国家日本跟韩国也不是傻瓜，大家目前来讲都在等，说是美国自己法院的判决结果出来是怎么样，我才要不要花这笔钱。当然了，在这个节骨眼上面，我们台湾也应该要学人家，是不是应该要如此？第二个，我觉得日本这一次军国主义复辟一定是会发生的事情那当然，如果说军国主义复辟，当然对日本来讲，我个人认为是一个灾难。当然，它民族性格如此。第一个这个他们历史教育里面就不认为，从来就不告诉他们的这些学生、年轻人，说是当初2次世界大战发动侵略是错误的行为。他们认为说是我们日本就是一个岛国，我们要生存要发展，我们势必要去占领别的大陆地区包括大陆，包括到欧洲，甚至于东南亚这些国家。我们因为要生存，所以我们要去占领。所以他们给自己一个侵略一个很好的礼物，然后他利用这个也教育他们教育他们年轻的一代。所以为什么我认为说是高市早苗还是会去参拜靖国神社的，这是必然的他虽然他嘴巴讲了要看周边国家的这种反应沟通，周边国家一定不同意嘛？你不是讲没有一个，我相信包括韩国、包括中国大陆、包括到这个俄罗斯，不可能会认同你去参拜靖国神社，因为靖国神社所参拜的对象都是2次世界大战的这种战犯那最后我只讲一句话，那怎么样来对付日本？我觉得胡锡进讲得很好中国要这个在对抗日本的军国主义，只有一句话：打铁还需自身硬。你自己本身要够硬，你的拳头要够硬，你才可以遏制住日本的军国主义。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是川普跟高市早苗，高市早苗在3月19号要到美国这边去来跟川普见面。好，那川普到底什么时候要来到中国跟习近平见面呢？好，现在说春暖花开的时间就是在4月的第1周。好，那这是 Political 他们引述3名知情人士说川普预计是在4月的第1周要出访北京也就是所谓的清明连假时期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好，但是这个消息还没有获得白宫的证实好，那川普说美国经济现在好到连习近平都很吃惊好，我们来看到他说上任以来经济跟边境的政策成效，这个成效卓越到让习近平都感到非常惊讶另外他也讲说4月会去中国，那他们会在年底的时候来到这儿，说我们俩关系相当好那这一点非常重要。对他也就是习近平来说，我跟他保持良好关系也相当重要。好，反正每次川普的嘴巴里都说跟人家关系很好，但是私底下都在捅人家啦。好，那也看到中国的驻美国大使谢峰他就讲到中美在经贸的领域存在着分歧，好，但办法总比这个问题多，只要双方平等对话来磋商，
就能找到妥善的解决方案。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跟推进器。说中美关系的本质就是互利共赢。在这两国经贸当中获得充分的体现。好，所以我们看到接下来中美势必在经贸上面会有一些不同的进展跟讨论的东西可能也会比较多。好，那川普现在在关税的部分呢，我们说他关税治百病，但是关税到底有没有用呢？先看到美股哇，现在美股道琼首冲破5万大关。好，那他也说美国的前景真是好到难以置信。这跟温内罗总统差不多都看股票来看整个台湾或者是美国的经济说股市绝对会翻倍我们会冲上5万点大关然后在短时间之内就会直接翻倍，也就是他任内会站上10万点大关所以跟着川普走绝对没错观众朋友。好，我们看到川普也自豪宣称美国已经进入到了川普经济但是民调却显示多数的民众不买单也就是他在专访时说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川普经济而且非常的自豪但是川普的乐观说法跟很多的美国民众实际感受存在着明显落差。我们就看到联合的民调就显示只有36%的受访成年人认为川普处理经济的方式但是却有高达59%表示不满。好，又再度重现了很多的国家领导人都认为股市好就是经济好但是很多人其实感受不出来这就是很大的 L 型的差距就好的很有钱的越有钱，就下面人都躺平了啦好，那当然马斯克也说如果少了这2大核心，其实美国1000%走向破产。好，哪2大核心呢？马斯克说，如果没有 AI 跟机器人的技术，其实他说美国真的完全完蛋了因为国债正在疯狂的累积，少了 AI 跟机器人，他说作为一个国家真的是1000%会走向一个破产的局面。其实马斯克也是讲了大白话啦但是他现在跟川普的关系已经不知道好还是不好了他现在讲的话川普不一定要听好，那我们看到这个美国说他的经济很好很好，那当然中国大陆也在迎头赶上，尤其他们在科技上面也是不断的在精进。先看到因为张幼霞之前落马嘛那大家就想说不知道中共的政局如何，说一切如常习近平一再以行动来对外宣示一切如常。那我们就看到9号上午的时候，他确实也前往了位在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就是信息技术的应用创新跟北京加快建设国际科技的这个创新中心的情况。那现在美国媒体也发现说中国大陆的这个机器人产业蛮厉害的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他们的产业正在蓬勃发展从深圳到苏州，那目前已经有超过140家，而且数量仍在持续增加。那他们的企业拥有卓越的产品实力，是目前市场上面的首选方案。好，说中国深厚的技术人才储备跟政府的有力支持会成为一个创业的理想之地。好，那现在共同社有特别以数据来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到2026年年初，全球有高达70%的成熟制程晶片的订单都是高度的流向中国的工厂。好，美国对中国的禁令只有卡在最先进的晶片那却不封锁成熟的制程，反而留下了漏洞。所以有分析说这会让中国半导体趁机在成熟制程上面接单，快速的在壮大。好，那大家很关心辉达 H200 到底进到中国没有？那之前黄仁勋的说法是还没。好，那现在也看到辉达还蛮危险的因为中国的电信龙头中国移动率先展现了实际行动他们透过采取了是国产的晶片，明确的拒绝进口的方式，为中国大陆自主算力的建设开出了第一枪。好，所以接下来到底辉达能不能进到中国大陆的市场，外界也持续的在关心当中。好，我们还是看到了现在川普说他4月的第1个礼拜就要到中国大陆去。我们先问赖老师。我个人认为大陆基本上的外交处理的方式是这样的对友好的朋友或者友好的国家他通常都会事先直接公布就是说哪一个国家的元首什么时间会到北京来访问。一般来讲是友好的朋友他就会这样做。
但是并不是朋友的话，他通常就不会说了。你怎么问他都不会说啊。所以你看到，当他都不说的时候，就代表他跟这个国家的关系啊，并不是一个友好的朋友的关系。其实釜山的时候也是都没有去讲，都不会说的，他不会跟你讲说啊什么时候会见面，或者我什么时候会去你的国家来访问，通常都不会啊。那这个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就是说美国他并不是朋友，他来到中国纯粹就是就生意来谈生意啊，就事来谈事情。那川普到中国来，当然就是要谈贸易、谈经济的问题，谈中美的合作的问题，或者是对抗的问题。但中国大陆的态度很简单，因为一再的放出讯息，就是对等相待，啊，平等相待。也就是说，你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你，而且我绝对不会客气。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要压我，我就压你；你要给我课多少关税，我就退你课多少关税。那中国大陆基本上来讲，它对于美国这样的一个或者是相关的国家啊，就是不是朋友的国家，它基本上都是采用对等相待的方法。我不会多走一步，但我不会少走一步。所以你用多少力道对我，我就用多少力道还给你啊。这也就是在全世界关税战里面，只有中国大陆敢跟美国一直不断的叠加。而且你看中国的叠加，因为中国卖到美国的比较少，美国卖到中国的比较多，所以关税的基础是不一样的啊，两边的贸易顺差不一样。那中国大陆就用关税的总量来计算，那叠加到一个程度，例如说到145的时候，那等于是两边的贸易不来往了，它就算了，那就到了145。你要再加，那是你家的事。后来川普自己也觉得自己也觉得很丢脸哈，加到180几、200多，那这两边的贸易不用做了。可是我们会看到，到现在为止，大陆对于美国的贸易一直主动的在下降，到现在哦，已经下降到不到11%了，还在往下走。也就是说，大陆减少对美国的出口跟进口，而增加对于欧洲、对非洲、对拉丁美洲跟亚洲的出口。换言之，也就是说，大陆其实是主动的一步一步的向美国脱钩了啊。我觉得这个趋势是一步一步走，不快也不慢，但是一步走。那这样子对美国是不是有利？其实美国它基本上的民生的消费产品来说，他们还是需要亚洲来满足。那不管是从越南、从泰国、从马来西亚，那么很大一部分还是要从中国，因为他们很多的关键零料件不是来自于大陆，就是来自于台湾嘛。那最后的制成品，他们还是跟大陆会有关，所以对美国来说的话，他还是要跟中国大陆解决这问题。好，那我们看到在 AI 的使用上，马斯克的紧张，马斯克的呼吁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大陆把大量的生产机器人是用在生产线上，它的制造业能那么强大，那就是在 AI 的时候，中国大陆原来的发展是先用在生产制造，再用在服务业上。好，聂老师怎么看 ？OK， 我觉得川普这个角色真的是非常厉害，将来一定历史留名，但是是留美名或恶名，真的很难说。但是以现在的道德水准来看，这个应该他的名声不会很好。那么最近大家知道，在甘乃迪艺术中心那边演剧呢，后来要关2年，为什么？因为他自己把它加了一个Donald Trump 的甘乃迪中心，结果大家就不看了，你知道吗？不看之后呢，就整个那个票房大落，结果大家就不演了，没办法退场之后，他火大干脆停2年，说要整修，你知道这件事啊？其实这已经反映出这个整个美国人民对这个现任总统他的一种心灵的感觉。那么刚好我上个礼拜有一个年轻稍微年轻的一个从加州来一个朋友，才带他去洗温泉，我就趁机问了他对川普的看法，因为他可能是加州人吧，当然就极端反感啊，反感到不得了。当然他讲了非常多，比我都觉得川普还可怕的一些事情。好，那我相信这个到现在有点两极化了，但是川普他自己的口中会告诉他自己，哇，我们经济被我带得多好，你看我妈你看走的路程多棒多棒。这就是我们上谈的那个叫 K 型社会，过去我们叫 M， 就算贫富差距两边呢都过着还是平行的拉，在中间都还在生活。现在不是，现在是 K， 两边是一个往上急奔，也就是我们讲说，在美国财富，就算你财富均富已经稍微高一点好了，经济稍好一点，都是集中在一些急速飞涨的人，就是比如你搞了一些这个比特币的什么交易中心啊，你这个搞了自己的 Trump 的稳定币啊，这些搞出甚至指定的说，我这些朋友你看都大赚了。这些人急速起飞，但你有没有想到其他的那些平民其实过得非常辛苦，而且是急速下降？
这就是美国的现况，也就是他这个人很讲一个英文字叫 show off 炫耀，什么字只要看到一点好，他把它放大。刚好相反，我们的对岸中国真的是相反，是真的是过去养精蓄锐，现在是韬光养晦，要等待最好时机才展现实力哦。你自己想想看哈，这个国家已经到达什么样的地步？从 WTO 2001年底加入之后到现在，外汇存底从1兆、2兆、3兆、4兆，2014年的4兆，虽然后来当然被美国质押，开始呢到了3兆多，这也不是一个小数字。就像刚刚讲到的，以这个 deflator 经济平减来讲，它这个我们讲 PPP 用购买力评价的 GDP 世界第一，就这么简单。我们今天更讲一下，现在一个国家一定要在趁着地缘政治要拿到这个一定的这个未来的控制权，你一定要有足够的底气。现在就是美国以前是完全底气都在身上，他筹码都在身上。现在他发觉有一个人可以跟他以牙还牙、奉陪到底的，就刚刚讲的关税这个部分，这个对岸的这只龙，它的底气已经逐步升华到了一定。请问美国未来怎么办？因此你会发现每次的会议都是几乎是川普迎接他来，就刚刚讲虎山，川普迎送他走。4月一样是他想去中国想谈判。我就要讲这个底气非常之重要。刚讲到成熟制程，我们这样讲，最后的底气就是我们讲科技的未来。成熟制程不是70%是全中国靠中国而已，它还在急速成长。它是整个中国遍地开花。它现在东西成本非常低，量产非常高，甚至 quality 品质非常好，这是一个重点，服务又好。美国刚好相反，美国只有部分的成熟制程，叫这先进制程，它还不是靠自己，它还制约像台湾的台积电等等全球用它民主联盟去，这个是有危机的。因此我们看到制造业空洞的美国，其实要跟对岸来比邻，将来真的很难了。将军怎么看？这次川普到底可不可以4月份如他所望的到中国去访问？我觉得还有很大的变数了哈。重点是什么？重点我们看到这个上个礼拜啊，川习2个人通了电话。那时候按照媒体所公布，他们两边这个新闻所报道出来的，谈的不外内容就是川普很得意的说，中国要继续跟我们买大豆、买天然气哈。那但是中国这边新闻稿讲出来是谈到有关台湾军售的问题。那你知道这2个人通电话很明显的，我想说2个人如果说4月份这2个大国的元首见了面，不能见了面以后才开始谈这些事情了。那时候等于见面的时候，大概一切都已经事前都已经谈好，见了面只是做最后拍板定案的动作哦。所以从那次的通电话里面，我们就可以推敲4月份可不可能见面。那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大概中国已经答应哈，这个你来的时候我也会给你买你的大豆、天然气哈，你想买什么卖什么。但是中国有提出一个条件，我相信提的这个条件就是对台军售的部分来讲的话，他要求川普你必须重新再审慎的考虑。但是没想到哈，这个这2个人通了电话以后，第2天哦，我们就看到中国美国哈对我们台湾要多增加要求我们台湾多200亿的军购，等于200亿美金哦，等于6000亿台币。那而且我们看到所谓军购内容很多都是攻击性的武器。我觉得如果说是叫我们台湾哈，这个美国要我们台湾多去买一些攻击性武器，譬如说是爱国者飞弹啦，譬如说是这个海马斯火箭炮啦，陆军中程战术导弹，这个 AMC-158哈空对地的攻击导弹可以做源头攻击的。如果说是还是这些来讲的话，我相信这个西川2个人4月份的见面很可能就吹掉。当第一把吹掉，我们本来预期说是今年来讲两个人可能有4次的见面。第一次是4月份川普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嘛，之后在 APEC 可能还会再见一次面，在 G20 的会议如果说谈得好 G20 也可以再见了面。如果说真的很麻吉的话哈，这个川普也讲他邀请习近平8月份到美国去访问，那见4次面。可是如果说第一次哈，因为这个没有谈拢，就没有建成的话，我觉得后面3次也很可能就泡汤了，不太可能见面。那川普在经济方面经常都是这个自己喊了爽哦，他就是说等于说是他自己做自己的大内宣了。我们看到他经常很多东西事实上是吹牛的。他虽然讲说他经济很好，但是第一个我们举例来讲，譬如说他说最近这3个月美国的通膨核心通膨数据降到1.46。可是后来大家这个所有经济专家去检视，他是检一些数据对他有利的数据来算的，他不是全部的核心数据来算，检一些数据。另外他也说，这个外国对我们台湾、对我们美国投资了很多钱哦，事实上这些钱也还没到位啊。譬如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日本的5500亿，韩国的5000亿哈，包括我们台湾这5000，除了说我们台湾会不会真的是这2天郑丽君去签了这个5000亿对美国的投资之外，其他来讲这些都是证明吹牛，因为这些钱事实上都还没有到。好，我们进一下广告，马上回来。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心慕尼黑安全会议哦，马上就要登场了。好，那我们看到啊，现在也有报告里头形容川普啊是恢复砍向既有规则跟秩序者当中最具权势的哦。他说，这对长期受益的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国家哦，诸如华府在欧亚的友邦哦，构成了重大挑战。好说哦，全球现在已经进入一个破坏式的政治时代了。好，这始作俑者是谁呢？大家也不言可喻。好，但是美国的副国务卿啊，现在也出访欧洲多国，他们讨论的问题在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位副国务卿就是罗杰斯，他要到柏林、布达佩斯、华沙、慕尼黑，跟欧洲官员还有其他人士讨论言论自由跟数码自由的议题，也要反击美国所谓欧洲审查制度的法规。好，但我们知道最近啊，美国跟欧洲之间的关系其实蛮紧绷的哦，包含范斯到了米兰这边还被嘘嘛。好，所以之前川普不是曾经讲过夺岛之说嘛，也就是格陵兰这当然也伤害了欧洲人的感情啊吼。好，所以我们看到啊，美国有多位的参议员一行是访问了格陵兰，然后他们说目的就在重新修补对川普扬言并吞格陵兰岛所造成的信任感破坏。好，那和平委员会现在真的是踢到铁板，然后那这个和平委员会是川普所主导成立的哈。好，那原本19号的时候要召开首次领导会议但是大家的反应都很冷淡。那像是很多的欧洲国家对参与计划也持着审慎态度，甚至意大利还表示因为我们的宪法跟委员会的章程有冲突所以没有办法参与这个机制。好，等于就说啊，根本也不买这个川普的单呐哈。好，那外界也传出川普也正在评估干脆另组一个机构好了这要由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还有日本构成的一个新国际合作机制引发是否意在取代G7 的讨论所以发现了吗？川普真的是闲不下来什么事情他都想要打乱现在的这个秩序，重新组建一个川普式的秩序。好，那我们看到他现在唐罗主义是不是真的是一个乱源呢？好，我们首先看伊朗因为大家还是很持续的关心伊朗这边的情势现在美国有一架罕见的新一代战略级的电子战机说之前从美国的本土飞到了德国的莱姆施泰因的空军基地引发外界质疑就说因为这战机现身在欧洲，看起来就是要压制伊朗的防空还有指挥的体系，那是否在对于伊朗高强度的军事行动，甚至有国家级的瘫痪作战来进行铺路？所以有很多的报道还是认为川普有可能会打的好，那美国跟伊朗的关系紧绷美海事局现在也呼吁希望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远离伊朗的领海，那应该避免跟伊朗部队来有过这个冲突的部分。好，那伊朗也希望稀释浓缩铀来交换美国解除制裁。那现在伊朗外长等等也有一些相关的讨论，但是也希望是真诚的对话，希望双方能够建立自信。好，那当然看到拉美的部分则是川普现在还是宣称古巴的谈判进行当中，但是美国媒体却说川普你被骗了啦这卢比欧背后其实设局正在主脑当中。好，那确实古巴现在被美国真的出狠招了说未来1个月是无油可加，他们的航班是惨停飞。那俄罗斯不管管你美国制不制裁古巴，我现在就是要力挺他而且也不满美国扼杀了经济，造成燃油的危机，那也不顾美国的胁迫，墨西哥派2船载誉超过800吨的人道物资送往古巴。当然美国跟古巴之间也是这个恩怨情仇很多啦。那现在看起来美国想对古巴出手，但是有其他盟友还在帮忙古巴好，我们看到一开始就是美国跟欧盟之间的关系确实蛮复杂。那现在感觉两个关系似乎已经快到翻脸的程度。我们先问赖老师。其实美欧的关系已经非常的敌对了因为欧洲有做了一个民调，超过50%以上的欧洲人是讨厌美国人，讨厌那在法国更严重，法国大概90%讨厌美国人。那美国人变成欧洲人的公敌，这个对美国的产品不好，因为当这个国家的人，例如说这个整个欧洲地区，他们很厌恶美国人，那他们看到美国的产品就不会喜欢，就不会想要。那这个对美国的企业是何等无辜他就更难卖了。
那对于在欧洲的美国人，他在这个出入间行走各方面做生意，他就显得更加的困难。那等于是这个总统害死了一堆美国人，所以很多美国人也恨也气这个总统啊。这个总统真的是有点倒行逆施。你看看我们战后所建立起来的国际法，这个国际法的国际规则很清楚，就是一个国家的主权是不可以侵犯的。那这个国家的主权的代表人就是一个国家的总统，结果他可以去非法的绑架了这个国家的总统，而在当时的时候，欧洲人没有道德勇气去谴责啊，他们想说那远在天边是委内瑞拉人的事，跟我们欧洲人无关。可是你看，领土的完整性是不容许去被并吞的啊，被侵犯的。但是呢，当川普看到欧洲人的格陵兰他要的时候，欧洲人才开始感觉到切身之痛了。感觉到切身之痛以后，他就说你不可以这样做的时候，很多人就说欧洲，那你当初为什么对委内瑞拉你们不吭不响？那现在基于你本身了，你现在叫的时候，全世界都在看你们笑话。好，那现在欧洲人就尝了这个苦果之后，我们看到加拿大人原本也都保持安静，结果对川普来讲，我加拿大我也要了，而且是要整个并吞成为美国的第51州。哇，这个时候加拿大人炸锅了。然后我们看到整个西方的这个价值，整个西方的这个国际社会，全部整个国际法都被颠覆了。而这些人当初因为没有道德勇气起来第一时间反对，结果他们显得就很苍白无力。因为您看到非洲的国家在旁边观察，亚洲的国家就在冷眼旁观，大家都在看你们这些这个西方国家自己本身原本都是没有道德勇气，都是双重标准的。结果当这个双重标准击到你们本身的时候，你们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川普这一年来，把整个西方人在国际间原本他们还有影响力我们一般来讲，不管在当时在学术上的学习在道德上的学习，在国际法的学习甚至在一些美感，我们都以西方人为标准。现在西方人在很多地方都已经被动摇了很多人都开始怀疑说你们的这个主张是有问题的，你们本身都做不到你们自己所讲的话，你们本身都是双重标准的人。我觉得把整个地方都破坏了。今天欧洲人坦白说是自食其果，然后过去无条件的追随美国，现在反过来美国人要吃掉欧洲人，看欧洲人该怎么去处理。好，聂教授怎么看？ OK， 川普这句话我觉得讲的有意思，破坏式的政治时代，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谁破坏了这个世界？很清楚，去年的2025年4月5号那天的《经济学人》有一个画刊，背面是黄色，然后中间有一个绿色，那是一个美国地图。川普正在用锯子锯，他觉得这个世界呢不公平unfair， 我要把它切掉。结果他切掉美国，要把它掉下去。人家说未来是一个这个所谓 globalization without the US， 没有美国的全球自由化，你知道吗？这叫做国际新秩序、国际新治理。由谁来治理，由谁来这个带领？美国还是当然认为是他，因为他霸权在手嘛，他霸道行事，他霸凌其他国家的时候，这个秩序已经完全被他破坏掉了。所以他讲到这个破坏式的政治时代，的确就是，但罪魁祸首当然就是川普。他用了一个叫做我们的西半球，他现在没有能力说马上把整个地球全部囊括，就像100年前那个门罗的时代一样，他为了怕欧洲那时候还是欧洲虎还有能力呢来这个掠夺他们的东西，他保护西半球，欧洲你不要来侵犯我。门罗主义，他现在唐罗主义更厉害，他知道他没有力量去，他是进攻式的，门罗是防御式的，他要去包括全球。但他说你们西方不要来，不止，还有中国、俄国更不要来。当然他的眼中钉就是中国啦，中国你不要来这里欺负我。说首先我把那个跟你石油有关系的委内瑞拉先拿掉，之前的巴拿马也做了动作。我现在全部囊括，我这个所谓的唐罗主义是要走出去进攻式的，保护我这边，还要假设有机会，我要去 attack 全球。这就是川普的3个最重要的他的成功利基。第一个 attack， 攻击嘛。第二个叫永不认输嘛。第3个叫绝不认错。所以他这个3个都做到了。我现在讲到了欧洲这些所谓西方面孔的白色民族，请问做了什么事情？去年开始，丹麦、爱尔兰。再来更高阶的国家，12月初谁去了？马克宏，法国。今年1月初谁去了？加拿大卡利。
1月底谁去了？英国的斯凯尔，什么意思？非常清楚，而且都带了企业大佬，甚至商会的总会长，这些人去要干嘛？非常要谈判所谓的经贸合作。好了，那当然我们都听到了一个准备在解放日，就是去年这个关税解放日，想到解放军的这个国家去解放他自己的经济。其实美国经济是上面看起来不错，表面不错，内地是有问题的。他去解放经济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解放能不能真解放，现在要看中国的这个脸色，你就知道连这种美国，他讲不好听就变成说跟着别的国家，你看别的国家都走完了，你4月才要去。我跟你讲，中国其实也知道你还是一个很厉害的老鹰，在天上天天叫喊，有很厉害的爪，有很厉害的翅膀，可是这只龙绝对不会输你。所以我觉得对岸是在运筹帷幄，在盘算，这个还是我刚刚讲韬光养晦，等到你来的时候，其实在谈判力的时候，我们就算让你部分，将来你最后还是会输在这龙的手上的。好，将军怎么看？我觉得伊朗跟美国到底会不会打仗，可能是大家现在很关心一件事情哈。那我认为说是美国跟伊朗开战的几率哈，可以说是越来越降低。虽然说现在两边哈美伊双方来讲，互相叫嚣的方式都很严重，可是我们看到他在谈判桌上面也谈的这个蛮顺利的哈。目前来讲，在阿曼的谈判，双方已经这个前天已经谈了6个小时，6个小时谈出来什么呢？没有说谈出一个结论，但是他们谈出来说已经完成谈判的框架哈，就是这个框架已经谈出来。那之后里面这个框架里面再塞他们所要的东西，这个框架里面会塞了什么？第一个当然就是浓缩铀的问题。那你这个伊朗说我可以浓缩铀可以降低，或者是交到由俄罗斯来保管，但是你美国要解除对我的经济制裁哈。第二个来讲，可能谈的范围包括到这个导弹的问题。其实导弹对美国对以色列威胁是非常大的。美国在这边有很多中东有很多美军的基地，然后以色列来讲，伊朗的导弹也可以打到俄罗斯啊。那伊朗是威胁说，如果说谈判不成，我这些导弹可以造成你美军在中东地区3到4千人的伤亡所以伊朗也放出这种话。那第三个当然谈的有关的就是这个伊朗的政权的更迭，要不要更迭的问题，我觉得这根本就是不太可能啦。那我认为说之后当然另外一个国家大家不要忽略，这个国家就是以色列。以色列纳坦雅胡大概是这2天要到美国白宫跟川普见面，也是谈有关美伊之间的这些问题。就以色列来讲，他是极力的想要把美国拉进来打这场仗，甚至于纳坦雅胡放话说，如果说你美国不打的话，我以色列会自己来打他当然希望说趁着伊朗前阵子因为这个国内因为通膨暴动比较虚弱的时候，这时候一鼓作气将伊朗对他有威胁的，不管是导弹或浓缩铀，一鼓将他打掉。但是美国自己要评估啊，我个人认为说是美伊如果开战的话，一定是两败俱伤这两败俱伤，可能伊朗伤的比较重可能是大伤，元气大伤，但是美国你避免不了，也是会是一场小伤。但是不管是双方谁大伤或谁小伤，那美国也都达到不了他战略上的目的毕竟伊朗这个国家国土面积是非常庞大，